也就是我们这一款福鹤连连啊，是属于国风系列的一个款式哟。好，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款式它的一个甲面的一个构图，甲面构图情况。还是因为这个甲型我们用到的是一个长直梯啊，我们还是去画长方形，画2个。为什么呢？因为2个主甲彩绘不一样，它的构图摆位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还是去画2个长方形啊。比如说这个是大拇指，另外一个是无名指，那画3个吧。因为还有一个也属于是有彩绘的，3个主甲2个副甲啊，这个款式是，那画3个。3个主甲2个副甲，因为一般我们的一些就是标准不容易出错的一种搭配啊，主甲和副甲的一个搭配，5个指头一般就是3-2配，或者是很少会有4-1，或者是全部5个彩绘啊，或者是1个彩绘4个副甲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搭配啊，大多数时候都是3-2配，3个主甲或者是2个副甲啊，3个主甲2个副甲，或者是3个副甲2个主甲，也就是说你的主甲要画彩绘的地方大概就是2到3根指头。当然这3个主甲当中也要去分组次，也就是说有些指头它会画的稍微的满一些，那有一些就会画的稍微简单一点点啊。这里的话我们是大拇指，还有就是中指，还有就是无名指，这3个指甲去做我们的彩绘啊。大拇指上面的话一个构图，整个构图的形式是呈一种微型法式。大概我们把线条勾一勾啊，勾点虚线吧，微型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正法式，在我们的甲面基本上占了1半的位置。先把这个 U 型给它构出来，然后彩绘的地方当然就在法式的这个部分去进行彩绘。好，先把整个甲面的一个构图讲出来了之后，我们再去讲主图的一个构图啊。然后接下来的话，中指的话，它其实算是一种线条类的构图，只不过它的背景当中我们会去添加一些辅助性的彩绘啊。只看主图的话，它是呈线条型的构图。好，我们在中间去画一条中线。好，然后无名指上面的话，它是呈一种斜法，就是也可以说是对角形式吧。好，我们来一个对角形式，对角构图。OK， 我这里是用的虚线来表现的啊，对角构图。那主图的一个比例给它分割出来了之后，这些比例、这些构图在基础课程里面第5章啊有讲到过这些构图的啊。好了，现在我们说一下我们的一个主图的摆位。刚刚这些比例是整个甲面的比例，现在来讲主图。主图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彩绘当中啊主要的一个彩绘部分。比如说这个款式里面，我们的主图是什么呢？鹤和莲，对不对？花，这个莲花。荷花和这个仙鹤和莲，然后它的一个副甲的彩绘是什么呢？副甲的彩绘就可能就是一些荷叶呀，对吧？荷叶呀、贴纸呀，或者是就是喷洒的一些墨点呀，这种就属于是辅助性的彩绘。那主图的构图的话，在这个大拇指上 U 型法式当中，它既然是呈一个 U 型，那么我们先把就是它分一下它的主图啊。第一个大拇指荷花的部分是在我们的右下角的这个位置，好，这个空间是我们去画花朵的位置，然后仙鹤的位置是在我们的左上角这个尖儿角这个地方啊，左上角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是画仙鹤的位置啊，花。这个就叫写个鸟吧，简单一点笔画。然后我们来再加一个，这2个地方还有点空，对不对？既然是一个 U 型法式，那这个2个位置也有点太空了。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加一个花苞，花骨朵儿。好，这里也是花。那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一片叶子往边角去做延伸。好，整个的构图的话，形成一种 U 型法式。把它的指尖一半指甲分成2半嘛，一半的位置基本上去给它占满了，然后留空隙的地方在哪里呢？留白的空间就在这个我们指上半边缘靠近后缘后缘上半边缘，这些是我们留白的地方。留白的这些空间我们可以去给它加一些叶子呀，贴一些字啊，都是没有关系的啊。好，然后现在中指的话是一条直线型的一个构图，直线型的构图，中指的话就是我们3个主甲里面的一个次甲。那我先把2个主图画了，我先把这个无名指的画了。无名指这里的话就跟它调换了一下，这个位置在我们的左上角位置，这个空间里面是画花，然后在右下角这个空间里面是画鹤
然后其他的一些空间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去加一些辅助型的一些叶子呀，或者喷洒一些墨点啊，这些等等。你画一些烟雾呀什么的，都线条类的都没有关系。但是它的一个主图分布就呈这样子一个对角的形式斜向对角形式。好，然后中指的话是3个主甲彩绘当中的次甲，所以说它就是彩绘部分会相对简单一点。那我们在中间垂直线上面去画一朵花苞。OK， 画一朵花苞，然后其他的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叶子若隐若现、隐隐约约的一些叶子成一个3点定位式的，1、2、3，那这个就是辅助彩绘这种主图彩绘就是这个花苞。好，然后这个就是3个主甲彩绘的一个构图。接下来我们详细的去讲解一下这些彩绘当中它的花苞、鹤以及莲花、荷花的一个画法。那接下来我们把这边的花的部分，我们先来说一下荷花虽然说前面已经做过好几款了，但这里还是再简单的讲解一下它的一个形态。花瓣的形态，2头尖，中间胖，中间 C 弧中间 C 弧。胖一点，画的胖一点，这两边呢是呈这种 C 弧姿态，好，这种 C 弧姿态，不是去走直线然后线条中段位置扩出去，那2头的尖角相交的地方成一个小尖角，2头尖中间胖。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你们不要把花瓣画的太瘦啦，拉直线好怼下来，这种就太瘦了。我们画的这个花瓣是很胖噜噜，看起来很有福气的那种感觉。这是讲的一个花瓣然后除了我们中间竖着的这个花瓣是这样子直线型的这样子去画，那如果说我们在画侧面的花瓣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些姿态轮廓。那赤甲侧面的花瓣，我去打2个斜线就是讲侧面的时候，侧面的花瓣我们当然就不是这样左右对称垂直去画了，2个尖都是垂直的，我们要去摆一些姿态。比如说我们可以摆一些什么姿态我这里给大家标注一下，第一个 C 弧轮廓，好，第2个 S 型轮廓，S 型轮廓，它们2个可以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去单独的呈现。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斜向侧面的花瓣轮廓，我们可以先去一个 C 弧这边下方是一个 C 弧，上方我去配上一个 S 型轮廓，来 S 型轮廓就是它会更加的妖娆一些。好，这边S 型轮廓。然后这边再配上一个 C 弧或者是 S 型轮廓，总之就是让它的这边边缘线条不再是一个单纯的 C 弧，变成了一种有姿态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这样子都行，就跟我们画叶子一样，因为这种形态在我们基础课程里面第4章叶子的画法叶子的画法当中，我们是不是还讲了叶子的多种形态？那种形态当中有一种形态就是这种平行四边形，也就是 S 型形态，对吧？S 型形态，这就跟画叶子其实就是很相似，只不过呢比叶子要胖很多，大很多。所以说花瓣的形态这里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只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讲解。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讲的是它的一个组合花瓣的一个组合。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先画一个十字架出来，之前也讲过，我们这里快速的过一遍十字架先画出来。这个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时候，可以拿出一张纸、一张笔，跟我一起动手操作起来。我做一步，你做一步或者是你们就是比如说看课程的时候你们就是跟不上我的速度的时候，你可以暂停，对不对？或者是你可以把进度调又拉回去重新看。总之笔记先跟我做一遍，不要走马观花，看一遍之后就直接上甲片，因为很多细节你不动手操作一遍，你眼睛觉得简单，但是你的手它不一定觉得简单。所以说跟我动手一起做一遍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整个荷花形态的话，它是呈一个这样子平倒的 C 弧往上，然后花瓣的一个形态它是往外面中间一个，好，侧面一个，看到没有？是往外呈这种散发性的
啊，花尖儿是成一个伞一样，从中间往两侧打开散开的。但是花瓣同样它也是要汇集到中间去啊。比如说这里我去定一个中心点，它的花心点在这个地方，所有的花瓣都是从这个点出发啊，花瓣尖尖往这半圆方向啊去散开。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先去画3个花瓣，中间一个，好。对准这条中线去画一半，然后其次第2瓣和第3瓣我们画在这2个斜向方向。你再去定这4条线的时候，比如说啊，你就去定个方位，最简单的一种方位，对吧？东南西北啊，然后西北方东南方啊，或者是就是45度角啊，45度角。总之你把这些线条的位置记住，然后第2瓣和第3瓣画的位置就在这2个地方，哎，45度角斜向方啊，西北方和东北方，好，这2个地方好。那3个花瓣画好了，这3个花瓣是在莲蓬对面的3个花瓣哦。画好了这2个之后，那中间这里是不是要有一个莲蓬？这里我们是在讲它的结构啊。好，中间的这个莲蓬给它画出来。莲蓬画出来了之后，我们再去画花瓣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吧？到时候莲蓬一描出来，哎，我们去填色的时候，中间这个花瓣它就没有底端的那个尖尖，相当于我们填色的时候只需要去填一半，因为它的下半部分被莲蓬挡住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画我们这个方位的2个花瓣，那肯定是在莲蓬的，对吧？这一侧会把莲蓬进行一部分的一个遮盖，画在哪个位置呢？这里是不是有2个空隙啊？2个花瓣之间，这里是不是2个空隙？在这个2个空隙中间，好，画一个花儿啊，收到它的这个莲蓬底座，也就是花心出来，然后一个 S 型，好，避开莲蓬，收到这里来，好，这里就是一个花瓣。好，这边，好，这边收到它的这个花心处，莲蓬底座来啊，把这个莲蓬的2边给它挡住，中间露一点出来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去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前后关系。那这3瓣就是在莲蓬的那一边啊，然后这2瓣就是在莲蓬的这一边，是对着我们的这边。我们看到的这2瓣的话，它有可能只是一个外轮廓，对吧？这边和这边中间这个就是莲蓬，有这种空间关系，明白了没？因为它整个它是呈一种有立体感的一种弧度的，并不是一个平面的。花瓣的叠压关系你了解清楚了之后，等一下我们去上色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应该上在哪个地方，哎，应该加深哪一个地方它的一个轮廓线，哪个地方的颜色要加深，要把轮廓层次叠压感重点表现出来。好，然后接下来都是一些小花瓣了，因为越往下花瓣越小啊，侧面的越往下花瓣越小。在这个45度角，那这个45度角和这边这个45度角这2个位置再去画2个小花瓣，好，也是从它的莲蓬这里面花心处啊掉下来的。好，这2瓣画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这2边有点空？那我们就跟着中间这条横线，啊，顺着这条横线的方向啊，再去加2个小的。再去加2个小的，然后整个它的一个轮廓姿态就出来了，是一个半圆形、半椭圆形的那种。那这个荷花它的一个花瓣摆位就出来了，这是主图啊，这个代表的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要去画一个这样子的荷花形态。然后左上方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朝向变了而已。到时候这个花心花心是朝向的左上方这个方向啊，到时候这边的花心是朝向的是我们的右下角这个方向，就2个位置去替换了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一个花骨朵儿。花骨朵儿的话，那就是一个胖胖的，就像这个一样，一个胖胖的花瓣轮廓形态。但是到了底座这里，我们不用再去打尖尖了啊，不用再去打尖尖了。底座这里直接一个微弱的圆弧带过啊，一个圆弧带过。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是底座了，花瓣是连着，就这样凹进去，它就不像花瓣尖尖一样是这样子带尖端的了，它就是这种收拢，长起来收拢，那就是一个平缓的小圆儿。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枝干。然后我们要在中间去画一些花瓣的轮廓出来的时候，那你就左右去加啊，左边对，
一个 C 弧加过来，好，右边啊一个 C 弧加过来，就是有一种包裹感，把它包裹住就好了。那这就是我们画荷花它的那个花苞，就是一个花瓣都没张开，就是纯一个花苞啊，就这么去画，类似于它花瓣的一个画法啊。成一个水滴状，花瓣画法两头尖，中间胖，那它就不是，它是一边尖啊，这边要收拢的地方下来，变成了一个圆弧形，成了一个水滴形了啊，水滴一头尖儿啊，另外一头圆儿。好，这个是我们的花朵的摆位和它的一个花苞的一个摆位，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丝儿鹤啊，鹤儿这两个鹤的话，我们再去画的时候是成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啊？都过来，讲的是这两个。然后这边我再来演示一下鹤儿。鹤儿的话，我们先去做一下拆分讲解，因为我画的鹤儿就是，不像就是那种纸上面画画，你要画的非常的精细啊。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个它的一个形体的一个基础结构就可以了。我们在画它的头的时候，比如说我正常的去画一个鹤儿的话，我会先去画一个问号。哎，先去画一个问号，问号画完了之后，去画一片叶子，斜着的叶子，两头尖，中间胖，好，斜着的叶子啊，一个问号下面接一片叶子，斜着的啊，整体是这样子斜着的。好，这个叶子画完了之后，对吧？它的角，哎，两个尖尖角，两个尖尖对下来，一个角啊，中间接上，中间接上。那这样子去画，然后它的头部这里，哎，前面接上一个水滴，哎，一个椭圆形的水滴，好，这就是它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形态结构啊。然后你再把它的嘴给它画出来，好，一个尖尖角，头顶上顶着一个小宝贝，然后你再把它的颜色填充上，好，从头这里开始，再到脖子，脖子下来，黑脖子，做黑呀。好，脖子给它画黢黑，保持一样均匀的粗细。到了它身体这里的时候啊，就张开，到身体这里张开。好，记住这里的这个弧线是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圆弧形弧线啊。有很多宝子在画这里，就脖子连接到身体的时候，这里画成了一个这种犄角疙瘩，就是带钝角的这种就不行。我们把这里的所有的这种线条都给它圆润化。好 ，OK， 脖子到身体这里接上，接上了之后，我们再去找它的屁股上啊，种着毛，哎，屁股上黑黑的羽毛。哎，有的往上翘，有的往下翘，就顺着它的这个屁股尖尖散开。它屁股上是不是这样尖的？毛的话是中间长，中间最粗，然后往两边依次越来越短，散开。哎，顺着往两边依次散开。但是你们不要去画成的那种错误的画法，就是啊这样子画出很死板的线条。像一个假睫毛一样。还有一种错误的画法是，比如说明明是尖尖角的屁股，然后去把这毛啊一坨就这样画在这里，好，画一坨一撮毛，就感觉好像腋毛一样，这种都是错误的画法啊。好，中间的毛毛填上颜色，填上。好，屁股上，然后这个毛毛画好了之后，中间是不是还得有一点翅膀的感觉？那翅膀是不是又得来2根儿？好，大概的形体一表现出来，胸脯上来点小绒毛，到时候，哎，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形态就出来了。然后这里的话，我们不是这里的话，两只鸟两只鹤儿都不是这个最基础的站立形态啊，这两个是有点起舞的那种感觉。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只头是往下的，我们就可以去画一个往下伸着的头，哎，就头是往下的，把它的这个头型轮廓画出来。好，一个头是往下的，然后另外的一个头呢是这样往背后弯过来的。好，往背后弯过来的头给它画出来。看一下，然后再连上它的身体，那身体得是一个对吧？树叶儿斜着往下，我们先给它画出来嘛，基本轮廓，一片树叶。好。这边也是一片树叶，但是因为它是头是弯过来，往背后弯过去，所以说这片树叶还是这样斜着往下画。
好，这边输液完好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要画它的翅膀？翅膀的话，先画身体这一侧，身体这一侧它是有一点起舞的感觉，那翅中转弯，好，收过来，那你的羽毛就连在后面，哎，长开始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对吧？它的这个翅膀啊，是分成了2节，翅尖儿和翅中，翅尖儿和翅中这个线条是往内凹的，往内凹。翅膀嘛，因为我们一般在画一个翅膀的时候，翅尖儿，哎，线条往内凹，好，这边翅中线条往内凹，转弯处这个骨头给它圆润化处理，圆润化处理之后，外面这个羽毛从长，哎，从长慢慢的到就是变短，然后变成短短的小绒毛，连接到嘎吱窝这里来，好，这边的话。弧度好，然后再一排小小的绒毛，哎，第2层羽毛，然后第3层也是一层小小的羽毛，对不对？那是这样子一种姿态。丢丢，如果说要表现这个是正面去看的时候，如果说要表现侧面，那就把这2个空间去进行压缩，压缩就变成了这种感觉，就变成了这种感觉。也就是我们这里画的，当然这个尖角一定要给它圆润化，以及它连接到身体上的时候，这个弧度也是一个很圆润的弧度。那配合上它的脖子上面、胸前的这一些小绒毛，哎，勾过来，勾到屁股上，屁股上的一些大绒毛、大羽毛，然后你把脖子再给它勾出来，嘴巴、头顶、褐薄，颜色填上。好，到脖子这里，脖子到身体这个地方啊，就开始变粗，展开。它就会有一种低头，然后又有点微微展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我们只画了这边的，我们把那边的也给它画出来。那边的形态也跟这边是一样的。好，翅尖儿转个弯儿，好，翅中收到身体的那一侧去，羽毛，腿，那腿可能会被叶子或者是莲花花瓣儿那些挡住啊，你到时候你知道它有腿儿就行了，知道它有腿儿，那知道它的腿儿在下面啊，你就可以就是要么就是直的，要么就是那种弯的，之类，就是随便去画。当然，我们可以这里是不用把腿画出来的啊，到时候腿这里是隐形的，被遮住了。我们只需要去画出身体的上半部分就可以了。关于这个翅膀的详细画法，在这个动物类课程里面，前面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那个凤凰还有那个朱雀款吗？这个款式凤凰朱雀款，这个你们可能有点看不大出来，我给你们看这个。给你们看，就动物类课程里面那个朱雀，朱雀的翅膀在纸上面我有详细的教过啊，有详细的讲过，把那个笔记也抬出来再给你们看一下。如果说有买了那节课的，可以去看一下那节课，关于翅膀会更加的详细一些。对，好像就是这个。那这节课里面关于翅膀的一个讲解，有详细的一个讲解以及演示啊。这节课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好，然后讲一下另外一只的一个形态动作啊，也就是这只在我们的无名指上面啊，无名指上面这个它的头是往后的，然后它身上的那个翅膀羽毛也是没有展开的。那臂上的，首先我们在这一边，哎，有一个羽毛轮廓，好，长在它的身体这一侧啊，然后画几撮黑黑的。配合上它的羽毛就 OK， 那到时候这些地方全部都是若隐若现的这种，羽毛轮廓就打着这种若隐若现的这种勾勾，因为会用白色去叠，所以说到时候这个层次是若隐若现的，有层次感，但是不会很明显的线条感然后屁股上的几撮毛儿先给它画出来，然后接下来在身体的另外一侧再加厚一点，哎，这一层我们也是去给它。做成羽毛，就相当于把身体又给它加重了。那身体上这个嘴给它画出来，那头顶上顶着一个小宝物，脖子加黑加粗，连接到身体的时候散开变粗。对，
那胸前的这里胸肌给它画出来，这个毛毛胸肌，胸肌小绒毛啊，画到后面去。小绒毛的话就是这种往一个方向倒的小 C 弧啊，拼接起来的，称之为小绒毛。那腿就在这个之间，那这个腿的话，到时候你也是可能会被遮掉一半啊，不一定会全部都画出来。那它有可能就是只露了一部分出来。屁股上的毛毛到时候就可以给它画长一点，摆大开一些。这就是2个鸟儿它的一个姿态形态是什么样的，一个是有点起飞感的，一个呢就是站立头往后看的。如果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到时候在甲片上演示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怎么去画了啊。构图了解它的一个基本形态，就刚开始画的时候，那这种基本形态，对吧？了解了这个形态之后，我们等一下好去填色，重点是好填色。还有什么要讲的？我看一下，鸟儿花啊，花骨朵儿。都讲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甲片上开始演示了。我也可以先在这个纸上面啊，也可以先在这个纸上面用水彩演示一段给你们看一下怎么去画。黑色的水彩取到调色盘上，这里就用的很简单，最多就用到黑色和白色，还有红色。好，取一点黑色。我快速的演示给你们看一下，就演示这一只。你先把它的一个脖子形态轮廓画出来，比如说它的头，对吧？头这里当时是一个圆圆的水滴。好，然后这边呢，下巴这根线连着脖子，这样转过来。好，你就给它勾出来嘛。好。然后把脖子给它画粗，好，前面尖角连一个尖的嘴巴，尖的嘴巴是由粗变细啊，变成一个尖儿。好，脖子画黑，邹黑鸭嘛，邹黑鸭，邹黑黑的一脖子，颜色一定要给它填均匀咯。颜色一定要均匀了。好，到了它身体这里就开始变宽变粗，然后它的身体就是连着它的这块脖子，形一个就像那个花瓣一样，叶子花瓣一样，成一个2头尖中间胖的这种水滴的状态。好，那你看是不是像花瓣嘛？是不是像这上面我们演示的那个花瓣或者是叶子的形态嘛？好，然后它的一半翅膀是在身体的这一侧，这一侧，对，这边肯定是会有一些小绒毛，至于身体上这些就是这些绒毛是到时候不需要我们去画出来的。然后屁股上的绒毛我们可以压比屁股尖儿最长，去看这里的演示啊。去看这里的演示，中间最长，两侧越来越短，中间最长，两侧越来越短，可以顺着这个方向，也可以逆着这个方向啊，有一些往上翘、往下倒的，对吧？好，可以顺着，也可以翘着、反着反正你就记住两侧的越来越短，而且越来越细，也就中间长一点。这里是一种压笔、提笔托这种托笔的这个笔法，在12技法当中画竹叶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技法，但是这里不像画竹叶，画竹叶的话，我们肯定要画大一点，所以说压笔就要压得重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在画这个屁股羽毛的时候，肯定画不了这么长，毕竟它大小空间在这儿。那我们就把笔立起来，轻轻压一下笔尖儿，好，压笔提笔托，压笔提笔托，或者是你侧着好。那侧着压笔尖儿拖出去，你就可以得到这种大小不一的托笔技法不要就是去勾这种，不是让你们这样子去勾这种细线这种画出来没有羽毛的那种感觉，羽毛的感觉两头细，中间粗，就有点像画那种郁金香的叶子一样是成一种针形，中间要有一种宽胖感。好，这里屁股上的羽毛画出来了之后，身体的另一侧是不是还有一层羽毛？
对，这一层羽毛把这个拱度画出来就好了啊。然后羽毛的尖端呢，肯定也得带一些小杂毛啊。然后胸前这里下来。啊，脖子的黑色连下来，胸前这里就可以给它来一点小绒毛，哎，围到屁股上去，啊，围到屁股上去，对，腿就在这2个空间里面出来的，对，腿就在这2个空间里面出来的，哇，好像一个大长腿。这里的话，把那个下巴、头部这个下巴，这里的弧线连漂亮一点。好，头顶的那个小宝贝用红色画一个半圆。然后身上的羽毛怎么办呢？还是用前面我们画狐狸和画那个朱雀的手法啊，毛毛靠近身体这一侧，根部柔化开，好，往外侧推扫，好，往身体中间柔化开，过渡过去。像这些身体上的毛毛，我们都是这样用打圈揉搓，揉边的一个手法，给它雾化开来。好。这些毛毛的根部打圈揉搓，靠近身体这一侧，然后把颜色往外侧推，做一些朦胧的毛绒感出来，包括脖子根部这里，脖子这里这个黑色，好，侧推，那它身体上就会有一种阴影感，毛绒感和阴影感同时。包括下面这些绒毛都可以打圈揉搓一下，揉搓完了之后，如果说我们要去找那种羽毛层次、轮廓层次感，我们就可以加白色。白色的话是选用酸奶浓度的白色啊，因为这里颜色太简单了，所以说我们就不去给大家看橘色了，黑白色都有的。那用白色在中间。对，加一些羽毛的轮廓，甲片上会更明显一点点啊。好，加了白色之后，就是一种这种状态。脖子是有点画短了，身体有点画长了啊。好了，然后这里的话就演示的一个步骤手法就已经演示完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上甲片去操作啦。首先我们在甲面上涂一层乳白色打底。乳白色的话，我这里就只涂1层啊，不涂多了，我涂1层。正常的去涂刷。好，打一层乳白色的底，照灯30秒。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这个颜色去给它做一点局部的色块晕染。这个颜色我想一想，如果你们要去调的话，该怎么去调？这颜色是有点雾霾蓝那种灰蓝然后半透状质感的。你们可以就是蓝色加黑，然后如果说觉得太冷的话，可以加一点黄不要加太多不要加太多，可以加一点点棕黑色加进去，给它调暗，调暗之后加一点白色进去，把那个明度给它拔一拔，不要让它太暗沉。然后呢，再加一点底胶或者是那个调和胶把它进行稀释，变成一种这种半乳透状态的，不要太实的一种颜色。然后刚刚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颜色，在我们对角线右上角和左下角这2个区域去做2个色块。好，画一个大一点的。
刷宽一点点。好，刷一个色块儿，看你的甲片有多宽啊，根据你的甲片的长短、宽度来调节这两个色块的大小。总之呢，在我们另一个对角，也就是左上角和右下角这两个对角，你们一定要去留出空隙啊，留空白的地方。然后两个色块在中间呢有一点点微微的相连，但是呢又不是说完全连接在一起啊，就中间挨近一点，把中间这里留白的这个缝隙空间给它留小一些。接下来我们可以用圆头笔啊、平头笔啊这种笔去给它做一下边缘色块的雾化。洗一下笔啊，好几天没洗了。好，洗一下笔，棉片上擦一下多余的油质。好，用圆头笔或者是平头笔放平，轻轻的带一下颜色的边缘，这种透色特别好带开，就像正常的刷胶一样啊。笔一半压着颜色，一半在颜色外。OK， 扒拉扒拉，扫一扫，有笔痕没关系啊。这里的话，因为晕染有虚有实，带一点笔痕，有时候会更漂亮一些。啊，轻轻的去带动着胶，刷动着它，啊，边缘去做一下色块的雾化，只要不要就是那种很明显的一条线，很明显的一条就是颜色的这个分界线啊，不要把这条明显的分界线给它刷开，哎，做一下这种雾化的一种处理就 OK 了，就这个还是很简单的。好，刷了。OK， 好，差不多就做成这种状态，色块边缘呈雾化的一种状态，然后有虚有实的这种感觉。好，拿去照灯30秒。照完灯之后，我们拿出我们的彩绘胶白色或者是白色罐装凝胶啊，用万能笔取白色，这里还是用的甲油胶，取白色在甲面上，把刚刚我们就是讲到的一些彩绘先给它打个底，白色打完底之后，再用水彩去填色，出来会更加的实一些啊。这个主图大拇指上面有鹤，有花骨朵儿，有花儿，那就是我们要画这个，然后还要画这个，画完这个，然后还要画一个这个。好，要画3个。这里的摆位构图，这里已经给大家讲解了啊，就按照这个摆位来放。首先呢，是在它的左下角位置，那这个空间里面，那如果说你要去定十字架，那不能去正着定，因为我们的花心不是竖着向上的，而是斜着去摆的。斜着去摆，它的空间会大一点嘛。你横着去摆，指尖只有这么宽呀，对不？斜着去摆，然后它的花心莲蓬朝向的是左上角啊，这个方向。所以说我们在定线条的时候这么去定啊，十字架这么去定。就不是这样子竖着去定的啊，十字架要从这个方向去看了，就不是这样子正着去画一个十字架了。好，中间第一个花瓣，那就画在这里第一条竖线上，拉一个尖尖出来，左边 C 弧啊，右边 C 弧。好，第一个花瓣已经出来了，两头尖，中间胖。好，第一个花瓣出来了之后，去画第二个花瓣。第二花瓣在45度角这个位置。好，尖尖，左边 C 弧，右边 C 弧，中间填上。好，拉到花心。We go, say goodbye。拉一个尖尖。C 弧扩充出去，好，拉一个尖尖，压笔 C 弧扩充出去，好，中间颜色填充上。这里的填充，哎呦，这里的填充你们不用说，非要就是涂得很均匀，不用，只要把底色遮住就好了。等一下能方便我们去上水彩就 OK 了啊。好。
因为甲面是有弧度，你可以就是在填色的时候，我们甲片配合我们的笔的一个角度，学会配合。然后第二步，刚刚我们在纸上面演示的时候也是对吧？先画的这3个花瓣，这3个花瓣画出来了之后，我们要去把莲蓬画出来，莲蓬一个椭圆形。好，画一个椭圆形。这笔痕我会压得很重，压重一点，这样子才能看出每一笔它的中间轮廓线。对，那好，底座描出来。好，莲蓬的位置画出来之后，我们去画第4个花瓣。第4个花瓣是在那刚刚纸上演示的，你们到时候再去看一看啊。这个位置，2个花瓣中间渐渐露出来。好，压笔经过莲蓬，把莲蓬遮盖一半，收回到莲蓬的底下啊，也就是花心这个地方，收回到这儿。好，画胖一点花瓣，压笔这里我压的会很重，压重一点，把这个边缘轮廓痕迹压出来，到时候我们就凭借这个来找到它的一个花瓣轮廓以及叠压层次。来看一下，能够清晰的看到笔痕吧？这个位置画了之后，这个位置再来一个，好，也是经过莲蓬，把莲蓬遮一半 ，S 型配上 C 弧轮廓，把这个花瓣给它画出来。OK， 这个花瓣也画好了，然后画底座，往下，如果说画不好这个组合的，再去把笔记上面的演示看一遍。好，这个缝隙里面我们还要穿插一个出来。好，别忘了花瓣是带尖尖的，但这个尖尖是因为两边的线条汇集成的一个尖尖，不要故意给它拉一个很长的尖尖啊。这里再描一下，这里的空间还够。对，把它2个花瓣的尖尖分开。相应这个缝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走一个，填满。好，这个上方这里啊，因为我们要整体去做一个 C 弧轮廓的话，那么我们把这个边边上画一个花瓣，对，这个位置去画一个花瓣。好，收下来啊，重点是靠这个花瓣往我们的甲片后缘方向，跟着边缘弧度去做一个延伸。好，收下来，哎，让它往上去做一个延伸效果。跟我一起画花花，莲蓬，不，那个花骨朵儿在这边这个空隙这里啊。好，这边这个空隙这里，我们画一个花骨朵儿，画一个大一点的、胖一点的水滴形。对，尖尖这里可以露一点花瓣的尖尖出来。对，有一种被叠压包裹的那种感觉。这边，好，莲蓬画好了之后，枝干给它安排一下。好，粗粗的枝干往下延伸。那说起来，我就要把这个花瓣给它往外再伸一伸喽。
好了，然后先后的位置我们就画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可以先去把它的身体画出来吗？啊，像一片叶子，先去画一片叶子，屁股在后面。用拉线笔来画它的头部，拉线笔。水滴，头，脖子。好，然后这个线条这里，啊，有一个尖尖角，我们把这个尖尖角给它圆润化。好，羽毛抬到身体这一侧。这边的羽毛。好，它的一个基础形态轮廓就给它勾出来了，就按照刚刚我们在纸上画的那样子一个顺序啊，打个底。好，拿去照灯，这里的照灯时间的话是100